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今天是2024年12月27号星期五。有在回收厂收了几台这种充电式的电风扇，收了好几台，这边还有2台，加上那一台，总共3台。这一种电风扇大部分会被丢掉的原因就是电池坏掉了，现在就开不了。可以先稍微测试一下，看它是好是坏。插电以后就能够用，那就代表电池坏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换电池。那我先把这一台拆开。通常像这一种机器，它大概都有6个螺丝孔，通常都会藏在这种垫子里面。你只要把它旁边这边撬开，就可以看到螺丝孔了。它总共是4颗电池，那我们先把电池拆下来。它每一个是 3.7 的话，它是4颗并联的。那我们先把它拆下来。拆下来以后，我们可以先量一下电压，量出来的电压只剩下 1.9 伏左右，已经低于 2.5 伏可以充电的规格了。这一颗也是剩下 1.95 伏而已。那我这边已经有相关的机器可以去做电池的测试，所以我们就直接来更换电池。那我们拆起来看以后，它这种电池它在制作是没有保护板的，这2颗都一样。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控制板，看起来它也不像是有保护作用的，顶多就是一个控制板。所以我们做电池的话，我们就是给它加个保护板，这样子应该会比较安全。它是2并1串的。那我先看我这边有没有保护板。这种电池我们拆起来以后，可以先来量一下内阻。这个内阻都已经超过100毫欧了，这个内阻都太大了。这一颗也是130了，然后这一颗还好，这一颗47，这一颗60几了。这些电池的内阻都已经太高了，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淘汰掉了。那我先看看有没有保护板。因为这一台电风扇我看不到它有相关的规格，所以我不晓得它的输出功率要求是多少。既然它是并联的，我就直接拿这一种规格比较好的保护板。规格我看一下，它的规格我会直接用图示的方式呈现出来。规格它最高我印象中好像是可以到12安培，所以要应用在这一种小家电上是足够了啦。那我这边找到了4颗 VTC4 的，容量测试过，大概都只剩下1300左右，电压大概都在 4.18， 内阻也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就是将2颗内阻接近的组装起来。那我们就组2个并联，再加上保护板，这样应该就可以了。那它原先的总容量大概是3600，所以我用2颗1300的，那组合起来就是2600乘以2，大概就5000多，这样应该够用了。接下来我们就是将电池进行点焊。那因为这一种它的功率要求比较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就用之前买点焊机赠送的这个镍片，这个应该是 0.1 的而已，我们就把它点焊起来。点焊的话，我们需要点焊机。点焊的部分，我这边已经买了一台新的点焊机，电容式的。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 0.1 的镍片，机器也是新的，所以我们要先稍微测试一下功率会不会太大。那这边的档位我目前给它调整到3，然后它最大档位可以到，我那一天好像是讲档位最大是到100，不过应该不是100，它最大档位可以到999，所以这一种机器它的功率相对比较大。那因为我们现在测试的是 0.1 的，所以我们将档位设定为3。点焊的方式我们用自动的，出发时间我们设定为 1.5 秒就可以了。OK， 那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这种机器，它的功率相对比较大，所以我们档位的部分一定要从比较小的开始做调整。那我们先测试3个档位，那选自动的我们就把它粘上去就可以了。OK， 那粘上去以后，我们先看一下点焊上去，它如果不会沾笔，焊点没有发黑，那就代表我们测试的这个档位目前是可以的。重点还是要看有没有焊上去，所以我们直接把它破坏掉。有焊点都已经破掉了，镍片都有焊在上面，然后我们在把的时候不会发现铁片有破掉的问题，那这样子档位就可以了，不可以调太大，不可以调太小。那现在档位没有问题以后，我们直接来点焊。我们点焊的话，建议一定要从负极开始做点焊，避免有问题发生。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我们要制作的电池剪下需要的规格。
然后我们进行点焊。负极的话，我们可以点6个点，点起来的效果就是这样子。我个人觉得还是蛮不错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点焊正极。那正极的部分，我个人建议还是要多加一层轻科纸，这样子。这样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将电池接上我们的保护板 ，B 加 B 减就是电池的输入 ，P 加 P 减就是电池的输出。它应该是同口的，就是充放电都是同一个接口的。那我这边先把它接上去。那我们要接之前，我们先做一点点简单的保护。那我这边这2组电池已经做好了，做好以后，我们一定要先确定我们的正负极是正确的。我现在有 4.12 正确。这个也是正确，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我这边也没有热缩膜，那我们就是将保护板用这种耐高温的胶带保护一下，然后最后我们再将电池包起来，这样就可以了。那我先把它包起来。那我们就是用它原先的轻科纸，然后将所有的正负极全部把它包起来。理论上这样子保护就足够了啦。因为我这边也没有热缩膜，那比较专业的师傅他们是会买一个热缩膜把它热缩起来。那我这边没有，那目前只能这样子做。最后我们就是将它装到机器上。那我们电池再放，我会将保护板放在下面有电池的部分，因为它这边会卡到电线。所以我们这边把一些塑料把它破坏掉，让它电线不会说直接整个卡住这样子。理论上这样就可以了啦。最后我们就是将电接上去 ，OK， 然后确定有接好，这样就可以了。最后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机器装回去。这边再装可能要注意一下电线，那可以很顺的装回去，那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那最后我们把螺丝上回去，装回去以后我们测试一下 ，OK， 可以了。那我们看一下转速，可以。然后遥控器也可以，正常，定时 ，OK， 都正常了。这边 ，OK。好，那最后测试一下，看能不能够充电。充电的时候，它这边有闪烁，那就代表充电正常。充电的瓦数是5瓦，也就是说它充电只有1A 的充电速度而已。找到它的规格了，它的型号是 M1S， 充电速度是5伏 2A 的，输出功率是 1.3 到5瓦，充电宝输出是 2.1， 电池容量是8000。那我目前更换起来大概剩5000多。刚才充电5瓦的话，应该是我电池本身的电量已经足够了，所以它的充电瓦数比较没有那么高。这样子整体测试起来没有问题，这样就可以了。那因为我这边有蛮多台的，也不晓得po在网络上能不能够卖出去，那我就先卖一台看看。那你如果觉得我这样子的电池更换以及维修过程你可以接受的话，而且又有这种充电式电风扇的需求，可以在我的说明栏内连接到我的露天卖场里面进行购买。那我这一篇充电式的电风扇电池更换简易维修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敬请订阅和分享，谢谢。